大家好，我是马挺。今天我来到岘港的一个长途汽车站，来取岳父母从农村给我们发的一些食物和空气净化器。Hello。呢？呀，唔該你啊。OK 的。就这么简陋的一个地方，但是却是越南人最喜爱的发货方式之一，特别是深受农村人的青睐。这种发货方式一般的交通工具是长头客车或者货车，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货物往来一般都用它。这是我岳父母给我们发的一些生肉，还有一台空气净化器，还有这些叶子。这些叶子是用来给小孩子洗澡用的，因为我们的小孩现在皮肤过敏，所以丈母娘给我们发了一些叶子过来，这是他们的一个土方法。我也不知道这些叶子叫什么名字。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越南人喜欢用这种方式发货。相比普通的快递，它有以下3个优点。第一就是费用低，特别适合发大件一点的货，只要不是太大件的，比方说一个箱子的长宽高不超过70公分的，因为它是按件来收费的，而不是按照重量和体积。如果是500公里左右的路程，每一件的收费是5万越盾，相当于不到15块钱人民币。比如这是我岳父母给我们发的2个箱子，一共是15公斤左右，而且这个空气净化器的箱子还比较大，如果用普通的快递的话，至少是2倍以上的价格。而我们这次才付了15万越盾的运费，相当于40几块钱，而且这种方式还可以运摩托车。比如去年我们从胡志明把摩托车发到农村老家，只花了30万越盾，相当于80几块钱人民币，这是普通的快递和其他的物流不能比的。第二，时效快。我岳父母的农村老家离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有500多公里的路程，他们是昨天晚上发的货，而今天上午我们就收到了，只需要1个晚上的时间，所以特别适合发一些生鲜类的食物。第三，对货品的限制比较少，比如前面提到了生鲜类的食品和摩托车是没法使用普通的快递的。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危险品，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发。比如我丈母娘就经常给他在胡志明的朋友发一些火鸡过去。正是因为这些优点，这种运输方式成为越南人最普遍采用的一种发货途径，特别是深受农村人的青睐。他们经常用这种方式给在城里的孩子或者亲人和朋友发一些食物或者日用品。当然了，这种运输方式也有一些缺点，如果全部是优点的话，那么可能没人用快递了。主要有以下4个缺点。第一，不适合发小件的物品，或者是体积过大的物品。如果是小件的物品，比方说1公斤以内或者2-3公斤的，最好还是用普通的快递，因为这种运输方式是按件来收费的，就算你的体积再小再轻，也会收你1件的费用。所以如果比较小的物品就不适合用这种发货方式了，而且体积过大过重的物品也不适合，需要用专业的物流。第二，没有门到门的服务，也就是不能上门取货和送货到家，需要你自行到车站去取，那么这样就有一些耽误时间，而且会产生一些额外的费用，特别是在住的地方离车站比较远的情况下。比方说我们住的地方离那个车站就有13公里的路程。目前越南城市里最主要的交通工具还是摩托车，如果箱子太大或者有多个箱子，用摩托车去载就不太方便，那么就需要开汽车或者请出租车，这个费用就会比较高了。而且如果碰到下雨天，用摩托车去载货就不太方便，一个是货物容易被淋湿，而且还有交通安全隐患。第三，这种运输方式有距离的限制，因为人们经常用这种方式发一些生鲜类的货品，比如生肉、蔬菜、水果，甚至还有活的家禽。如果距离太远，超过500公里的话，1个晚上就到达不了，那么这些生鲜类的货物就很有可能会坏掉。因为越南绝大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还不发达，所以500公里的路程就需要10几个小时。第四，这种发货方式是没有保险的，如果车辆在路上出现一些故障或者事故的话，就会耽误这个运输的时间。如果你发的是一些生鲜类的货品，这个车在路上耽误半天或者1天以上，那么这些东西很有可能会坏掉，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得不到任何赔偿的。所以采用这种运输方式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尽管这类风险的概率并不大，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人们一般通过这种方式发货的价值都不高，所以他们一般也不在意，何况这种风险的概率比较低。
以上就是这种运输方式的优点和缺点。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方式可能还会是越南国内最主要的发货方式之一。但随着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的建设，这种状况可能会有所改变。因为在多年前的中国，人们也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发货。好了，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或者有需要补充的，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拜拜。